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久没出来给大家做节目了，因为这阵儿真的非常忙。但是忙我也在关心的事态的发展。这阵儿非常热点中心的就是什么呢？川普在向乌克兰要资源，要稀土资源。围绕这个话题呀，非常热的讨论。但是我就看到没有真正的声音关心到主要的问题。都是在讨论给呀不给呀，怎么给呀，给多少啊，都是讨论这个事情。竟然没有人看出来，川普这明明是挖了一个坑，在给许多人让往里跳，做了一个局，根本就不是要什么稀土，根本就稀土1毛钱关系没有。这个事儿就没有人看得明白，憋的我也是实在憋不住了。所以说今天出来给大家讲一讲我的看法，我的观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说川普这是挖的一个局呢？挖的这么一个坑，根本就不是要稀土。因为稀土在乌克兰本身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分析出来，一讲出来你就明白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我们再看看，到底川普这个背后啊，他想的是什么？他这个坑是给谁挖的？最终他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他等着谁在掉进这个陷阱里面？那我们就谈谈稀土这件本身的事情。这个稀土啊，在世界上它有2种稀土矿藏，一种呢是重稀土，一种是轻稀土。在整个重稀土和轻稀土这2种矿藏的分布当中啊，重稀土它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呢，重稀土啊，在全球这个矿藏当中，它只占10%到15%。这个重稀土啊，从它当中提炼出呢，主要就是这个永磁体。永磁体大家知道，这个主要用于汽车呀、电子啊，在这方面非常主要。再一个呢，就是用于激光。从激光这个设备上，必不可少的要重稀土来提炼这个原材料。再有就是什么呢？核反应堆啊，控制核反应的这个控制棒也要重稀土来提炼。所以说，在整个稀土当中呢，其实说稀土，我们要非常明确的是谈的重稀土还是轻稀土。稀土在全世界啊，整个它的分布就不那么均匀，它就不像煤啊、其他资源呐、铁啊，每个国家很多国家不能说每个国家都有这个资源，稀土就不是。那是在稀土当中呢，重稀土又是重中之重、贵中之贵，它是这么一个形式。那乌克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还恰好啊，这个乌克兰还真就是重稀土为主。谈到这个重稀土啊，我还想谈到一个国家，大家都把眼光现在关注到乌克兰上了。其实比乌克兰更富有重稀土的一个国家，被美国给放弃了。本来就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就放弃了。这是哪个国家呢？阿富汗。阿富汗的重稀土啊，占全世界重稀土储量的10%到15%，这可是绝对不菲的这个比例在这放着呀。当时美军可直接从阿富汗一拍屁股就走了，什么都不要走，甚至丢下了那么多的装备就走了。那从这个角度我们看看，川普上台了，你去从乌克兰要这个重稀土，是不是？它的储备量还没有阿富汗多，甚至如果要算账的话，阿富汗比乌克兰更要比美国还他这个债务啊，各方面更有利啊，是不是？当时怎么就给放弃了呢？而且啊，在2010年的时候啊，美国地质调查局啊就已经做了这个报告了，就已经明确的知道阿富汗有多少这个稀土了。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看，其实从经济角度来讲，从乌克兰要稀土啊，从长远讲，并不是一个非常上等的选择，是不是？这个大家已经慢慢开窍了吧？从这点上来讲，那在整个乌克兰这个稀土啊，这些重稀土分布当中，尤其最好的、产量最多的重稀土在哪里呢？就是马利波。马利波，如果有朋友不知道的话，你回想一下，当年在全世界突然俄乌战场杀出一帮猛将的那个，就是俄罗斯的雇佣军瓦格纳。瓦格纳就是打下马利波这个城市一战出名的。
那整个乌克兰重稀土当中最重中之重、储量最多、质量最好的马利波已经掌握在俄罗斯手里了。那你再去从乌克兰要，它有多少经济价值呢？是不是？说到这儿，我还想跟大家解释一件事，就是说什么呀？这个稀土矿啊，不是你要了今天就能拿的。你这个稀土矿就是今天给你了，从到你手里之后，到开发出来这个采矿，到能够提炼，整个的过程多少呢？要5年到10年。5年到10年，在没有任何干扰情况下，我们说啊，就是从明天我们就开始开发。那俄乌战争是不是今年就能结束呢？如果结束的情况下，是不是立刻就能开采呢？是不是？很多问题还存在着，因为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俄乌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是绝对不允许任何联合国部队在这个乌克兰的。那换句话说，俄罗斯2个不可改变的要求：第一，就是要乌克兰无军事化；第二，乌克兰去纳粹化。去纳粹化就是没有了现行政府，是不是？去军事化就没有了军队。那没有了这个军队，那肯定在军方它要从属于俄罗斯，受俄罗斯影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回想一下，这个法国在非洲是不是？它在非洲能够提取那么成本价值那么低的这个油矿，原因是什么？就因为法国的军事基地在那儿嘛。你不服，我立刻搞你政变；不服，我立刻干掉你政府。所以说那个时候法国能以低于市场价格几十倍的这个成本从非洲拿矿石。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就是现在跟乌克兰签了这个条件，签了这个矿石之后，是不是这个资源？那开采还不能立刻开采，是不是？还要跟俄罗斯去商量，是这个问题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跟乌克兰先谈有意义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在我看来。最主要还是跟俄罗斯去谈，是不是？那为什么现在要逼着乌克兰立刻要答应这件事呢？这是第2个疑点。再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开采5到10年，5到10年，川普现任4年。那川普在现任当中都看不到结果的一件事，他为什么要现在去做呢？有这么大意义吗？是不是？这又是一个疑点。而且啊，这个全世界重稀土的分布啊，它主要是在哪儿呢？在中国34%，在越南呢18%，在巴西呢17%，在俄罗斯10%，在印度呢6%。我说着说着，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好像这些都是金砖国家呀。我们不理那些事情了啊。回头我们说这件事儿，那你看，越南的稀土远远比乌克兰要多呀。巴西又这么近呢，那我们从做生意角度来讲，那成本是不是第一呢？你跑到一个战乱的国家去拿这些稀土，开采还是5年10年之后，那为什么不找近的国家？为什么不找跟美国有关系的国家？我想到越南去开发，远远现在要比这个到乌克兰去开发要省事的多得多了吧，而且条件要好一些。那巴西更近呢，是不是？这是不是又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呢？所以说，如果说做生意的话，不考虑成本，那它背后肯定是另外一个关系。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都没看到重点上。如果说成本啊，这还不是让你大跌眼镜的事儿，真正的成本，真正的炸雷来了，我告诉你，开采啊这个轻稀土这个矿藏的成本啊，是在$10到$30。重稀土呢，它是在50到$100。真正的重磅来了，开采啊，您算算，想一想，它的加工成本是多少？轻稀土是5000到$10000一吨，重稀土啊是15000到30000一吨。您看这是一个什么比例？简直天壤之别呀！几十美金的稀土，是不是？您看看，$30、$50开采出来的稀土，它的加工成本是5000到10000，$50到$100开采的重稀土，它的加工成本是15000到30000，这是一个什么比例啊？也就是说，稀土的本身它的价值并不在于你这个成本，你在那儿这个有矿藏，你有矿没用，真正的大头是加工，它加工费远远高于它的这个稀土的成本费。
而今天的全世界的加工主要是在中国，中国今天的加工成本已经降到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大约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1/3。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普京答应这个川普说你一起来开采俄罗斯的稀土，俄罗斯的稀土啊要比这个乌克兰多得多。就是说，川兄，你如果要谈钱的话，哥是有矿的。如果你要想谈钱的话，你把世界地图打开看看，第一个炸你眼睛的什么地方？最大的哪儿？俄罗斯。俄罗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门捷列夫元素表所有矿藏的国家，它的矿藏多得了不得。你不就要开矿吗？哥就有矿，大家一起来开。而且普京讲什么？要闭链生产，就是什么？我这开采，我这加工，我加工成本高，我也加工，我就在我这儿加工。我要在世界上完全的形成一个闭环生产，我要在世界上形成一个完全的闭环生产。这是真正的战略眼光、战略目的。现在的美国还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这就是一个区别。因为美国啊，它是真真正正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厂家、生产家，他都是私人的，他只要觉得成本低，这就好。至于长远利益，他不太管，是不是？那中国加工便宜，我从这个美国拿着矿石，我也就拿到中国去加工，确实是这样啊。美国加州重新开采这个锡矿石就运到中国去加工啊，他就没有花钱在美国本土研究怎么这个提高加工技术，这个分离技术。这就是现在美国的一个短脚。俄罗斯呢，因为它有国企，就是很多的企业，包括俄罗斯现在重工企业啊、军工企业，它都是国企，哪怕是赔本，因为国家战略需要，国家自己的独立需要，是不是？赔钱我也干，低成本我也干，超出这个我生产的成本远远高于市场价格，没关系，我赔钱我干，我要自己拥有这个东西。在长久方向下，这就能够占领市场，就像中国一样。中国为什么它能做到它的加工成本这么低呢？就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它把稀土列为战略这个战略资源了。战略资源之后呢，就是禁止中国稀土出口。在2010年的时候，遭到世贸的这个谴责并且处罚，因为说你如果是世贸组织的话，你不能单方形成这种东西，是不是？但是呢，中国找到其他方式，他玩赖嘛，是不是？那个东西，你跟共产党耍流氓，那你真是耍错地方。他的鼻祖就是流氓，所以说你还是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稀土市场上、加工市场上，中国就占有了优势。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俄罗斯邀请美国，大家一起来联手，重新在这个市场上，在这个位置上拿到自己的地位来。这是普京要求特朗普一起做的事情。讲到这儿啊，大家就已经应该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从乌克兰去要这个矿藏、要稀土的事儿啊，其实啊没有什么真正太大的意义，是不是？不存在生死这种利益之争。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了，那他既然没有这么大意义，为什么特朗普现在非要去拿这个事儿去说事儿呢？非要把这事儿刚到这儿呢？这里头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呀，泽连斯基说了，美国给他这个5000亿美金，他没有收到那么多，他只有收了一半。大家都知道嘛，你不用问都知道那一半哪去了，拜登团队拿走了，是不是？那拿走了之后怎么办？这个账总挂在那儿吧，是不是？总得有人去还吧。这个时候特朗普出来了，都让乌克兰还，都让泽连斯基还。那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团队你能反对吗？你绝对不能反对，是吧？你拿钱了，我还不让你要，让你白得，是不是？没人冲你要，这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没有吧？所以说你要100%的支持我，是吧？那只能支持我。虽然说看到接下来问题非常严重，那泽连斯基肯定不能给呀。那要都给了你，那欧洲怎么办？是不是？那英国怎么办？那德国怎么办？那个波兰怎么办？是不是？肯定不能给呀。那这造成了矛盾，矛盾产生了怎么办呢？他就不能给。那他不能给，这一下就把拜登团队和欧洲的这些利益原来他们绑在一起
一起在一个锅里掏食的这帮狼，他们就矛对矛、盾对盾打上了，是不是啊？现在特朗普替拜登团队出分，哎，我替你们消了这个账，是不是？我来拉这个事儿，你们想都不可能想，都想不出来怎么把你们兜里的钱变成永远这个干净的钱，没有人再去追究你，是不是？我把这账给你消了，但是条件是什么？你要跟到我一起来打欧洲，一起来打英国，一起来打这些所谓的北约成员。这一下就把团队拉回来了。但拉回来之后，拜登他们也知道，你不打不行，你打吧，原来都是一起的，那肯定很多黑料都会暴露出来，是不是？毕竟现在泽林斯基他还活着，他的团队还都在，所有的小辫都在他手里头，是不是？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办？这个矛盾就出来了。所以说啊，真正川普啊，他不是在要什么矿场，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拜登团队彻底的跟北约这些自以为是的吃捏呆傻的猪队友跟他们掰脸，跟他们打起来，这是川普真正想干的事情。所以说啊，川普在激化了这个矛盾之后，接下来的走向那就有意思了。您从这个角度看，才能看到真正的政治走向，真正的局势往哪里发展。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